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很容易受环境影响，环境一变动，我们心就跟着动了。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心习惯了散乱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做一件事情。我们在准备早餐的时候，在想着等下要打电话给谁，然后我们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在想着下课要做什么，或者刚刚忘记了做什么，所以我们的心习惯了散乱的状态，所以常常很多事情都做不好。我以前学禅修以前，也很喜欢一个时间同时做几件事情，因为觉得这样子比较省时间。但是后来我学禅修以后，就听到我的老师跟我说，学禅修很重要，因为我们要培养专注的心，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情就好了。我第一个念头是太浪费时间了，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情，我明明可以一个时间做3件事情，为什么不能？但是后来我慢慢在生活当中，我明白了，当我同一个时间做3件事情的时候，3件事情都做不好，我要花更多时间来收拾善后。比如说我一边在听电话，一边在收拾东西，然后一边又要做别的事情，结果我没办法专注的听对方在跟我讲什么，然后我们彼此的沟通出了问题，那未来我要用更多时间去跟他再沟通，那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在生活当中一直在发生。所以培养专注力其实不是给我们限制，不是说你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这个，你只能做这个，不是。它其实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更清楚，在每一个当下踏踏实实的活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把每一个当下能够活好。所谓的活好，是你这个当下不会给你自己带来烦恼，也不会给别人带来烦恼。所以在禅修的一个练习里面，我们一开始都会练习从散乱心，怎么样用方法来回到专注的心。那这个专注的心是需要培养的，是需要训练的。那在禅修里面最常用的方法，以目前这个时代来说，最常用的方法一个就是观呼吸，或者是数呼吸。因为呼吸是一个本来就有的，而且每时每刻都有，没有呼吸我们就没办法活着。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呼吸的，所以回到这个我们本来都有的这个呼吸，能够让我们的心从对外能够收摄回来。能够收摄回来的话，就比较能够专注，而不是让它乱跑的。那这个是一个观呼吸或者是数呼吸，因为有时候观呼吸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清楚的在观，所以我们会用数字，就是呼吸出的时候知道是1，第2次呼吸出的时候知道是2，然后从1数到10，到10就好了，然后再回头1，因为要继续的话可能是机械式的，可能是不清楚的。这是一个，然后再来就是念佛。念佛的方法其实它的道理也一样，是让我们的心跑来跑去的心能够懂得回到一个点，可能他又跑了，然后他又知道要回来这个点。这个就是禅修里面我们讲的方法，一直回到方法，一直回到方法。不管自己的身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，不管外境发生什么变化，一直回到方法。但是方法本身不是禅修，它只是一个工具，让我们从散乱心能够怎么样的慢慢训练自己的心变得专注。那这个心专注了以后，我们进一步其实能够让自己的身心统一。身心统一以后，最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是没有身心的存在，因为身心都是因缘和合的。所以第4个阶段就是无心的状态，就是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。所以那是到最后我们真的能够打破自己的烦恼，没有烦恼存在的一个状态。所以这个让心专注的方法是我们前面禅修过程当中很好用的工具，但是我们不能够一路上都一直执着着它，都一直拿着它，而是到不同的阶段其实我们就要放了。就像我们过河一样，我们需要船来过河，但是过了河，这个船就不用背在身上了。这是经典里面有提到的一个譬喻。